苦楚之战第1章，邂逅护航线第4集，在杭州叔叔家赶上救场。列车驶入杭州城站，这个西方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的车站，在民国成立前1年通车。因这新站设在城内，杭州百姓称之为城站，取代30年前叫做清泰站的杭州火车站。几个日本浪人也在终点站杭州城站下车。严保会故意慢慢走，远远落在日本浪人后头，随着出站旅客走出城站。这是他首次独自到杭州。在出站口外，他看到不远处有个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肮脏瘦弱的女孩，正在向旅客乞讨。这女孩看上去只有7岁左右。眼前乞讨的女孩引起保惠内心的伤感，他想到自己和乞讨女孩本无不同，只因偶然机会严牧师夫妇收养他，使他在爱中长大，得到良好教育。他走过乞讨女孩，正要远去，有声音从他心底发出：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他又走回去，从手提包里摸出1枚银元，悄悄放在乞讨女孩衣袋里，轻声说：不要吱声，把钱藏好，别让人看见。他又说：你知道哪里有教会吗？乞讨女孩摇头。带十字架的房子里有教会。你到教会找牧师帮你。他小声说：我知道了，谢谢小姐。乞讨女孩说。严保会离开美国时，买回国的船票后只剩30多美元，除了书籍和衣物之外，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回上海住在哥哥家，哥嫂让他把30美元存银行，不要换成国币。嫂子给他50国币，让他先用着，等他找到事做，拿到薪水再说。嫂子告诉他，去年11月，国民政府通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纸钞，做法定国币，银元不再是合法流通货币，让他用国币买去杭州的火车票，另给他3块银元，以备不时之需，打点麻烦事用。刚才他给乞讨女孩的银元，就是嫂子给他的3块银元中的1枚。此时的银元值国币30元，是上海纺织女工1个月的工钱。他跟乞讨女孩说完话，刚走开，就见叔叔严振海向他走来。看到叔叔头发花白，额头和两颊贴很多皱纹，背有些驼，眉毛也有几根变白，比6年前见他时苍老了许多。他心生伤感。严振海大老远就看见侄女和乞讨女孩在一起。他走近侄女说：保慧，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你管不过来的。严保慧没说话，心里很难受。在火车上刚读过《悲惨世界》，出杭州车站就见《悲惨世界》里科赛特般的女孩乞讨。他觉得自己和这乞讨女孩本无不同。叔叔说这类孩子还有很多，但眼下心被感动的却是帮这一位。他记得父亲严牧师常说，到手的财物
并不属个人，人只是钱的管家，不能把到手的钱都用在自己家。神是万物之主，要按神的旨意使用财物。嫂子给他的3块银元，其中1块也许正是神要借他之手给这乞讨女孩的。严振台接过宝慧手里的旅行箱，问：路上还顺利吗？顺利。叔叔婶婶一向可好？他问。看到叔叔，想起4年前被日军炸死的父母，眼睛发酸。还好还好，振海说。促使严宝慧这次杭州之行的动机是想去出生地打听亲生父母的故事，追根求源，找夫家脉系。可是在火车上读《悲惨世界》后，他改变了初衷。书里命运悲惨却又蒙恩得福的小女孩克萨特使他放弃打听亲生父母的计划。他蓦然意识到，生母合眼前嘱咐邻居把他送到教会，而不是送回老家交给至亲抚养，其中必有难言之隐。听邻居说，生母知书达理，想出身大户人家，却宁愿托人把孩子送到教会，也不愿交亲族抚养，想来必有缘故。读《悲惨世界》时想到这一层，他就对自己说：严宝慧，从此放弃寻根吧。寻到又如何？不过是重新体验生母受过的伤害，挖掘生身父母早已消失的痛苦，等于让自己接过痛，继续痛下去，痛到生命的末了。严宝慧，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手扶犁向后看，与其寻根往后看，让伤痛重现，不如从此不回头，只往前走。他对自己说。他从悲惨世界，从克萨特的苦难中的顺从，学会适应环境，学会等待。他明白了，稚嫩的孩子要顺从适应，长大成熟后才有力量与命运抗衡。人陷入沼泽时，需要比自己强大的力量拉一把，才能脱离泥潭。但是人要伸出手求援，并持守获救的希望。他从克萨特想到杭州车站的乞讨女孩，这位女孩无法自救，但他有能力拉着女孩一把，这一把对他来说是举手之力，对乞讨女孩却是命运的转机。他从克萨特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早已过世，严牧师夫妇抚养他，让他有良好教育。如今留美归来，何必非要打听生身父母的家事？血缘关系不过是暂时的存在，还是顺服主的安排。不要回头，只往前走。克萨特若念念不忘过去，就会沦陷在悲惨世界里。即便他已得到财富和爱情，他还会活在悲哀不幸中。他想到，亲生父母、养父母都已逝去，你不再是25年前刚出生的孤女，你是留美硕士，有自食其力的资本。要走出忧愁，总往前走，不再回头。他对自己说。他和叔叔严振海各乘一辆人力车，到叔叔家时已近黄昏。严振海家平常由帮佣菊香做饭，
今晚特别，镇海太太亲自下厨。严宝慧一进门，镇海太太边解围裙边迎上来，从头到脚端详几秒，说：“宝慧，喝6年洋墨水，还是中国淑女，没被西化。”严正海说：“她就是喝一辈子洋墨水，还是中国淑女。”镇海太太说：“宝慧，你来的正好，菜刚上齐，我炖了你爱喝的金华火腿冬瓜汤。”严宝慧说：“让婶婶费心了，还记得我爱喝火腿冬瓜汤，6年没喝了。美国也有火腿，但跟咱们的金华火腿是完全不一样的。”镇海太太说：“想吃金华火腿，咱家店里有的是。你在杭州这几天，天天让你吃，回上海再给你带上一只。”严宝慧打开旅行箱，取出从美国带回的百合花镀金烛台。这只烛台顶部有7朵百合花瓣，其上可各放1支蜡烛，7支蜡烛同时点亮，融化的蜡汁沿着花瓣流向花蕊，汇入烛台左右2棵橄榄树。这只烛台是他在美国游学时，有一天在学校附近散步，见少年在自家车库前摆摊卖旧物，看到这烛台，他非常喜欢。当时口袋里只有2美元，少年开价3美元，他拿起烛台，爱不释手，看了半天还是走了。刚走几步，少年叫住他，说他若真爱这烛台，他不要钱，白送给他。他道了谢，收下烛台，掏出口袋里的2美元，放在货摊上，一路小跑回到宿舍，拿7支蜡烛放在百合花瓣上，点燃蜡烛，烛火的光把他带到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是乐园，他永远的家。这烛台漂亮洋气，宝慧，你留着自己用，我们用不来这洋玩意，一次点7支蜡烛太浪费了。镇海太太说：“婶婶，我从美国回来，除了给哥哥姐姐家的孩子带几盒巧克力糖果，箱子里装满书和衣物，除了烛台，我没买其他礼物。”宝慧说：“你在美国读书，又不是经商，哪有钱买很多礼物？我们什么也不缺，咱们严家，你是第一个出洋留学的女孩，能拿到美国学位，没病没灾回来，就是给我们的大礼。”镇海说：“叔叔婶婶，这烛台虽一次能放7支蜡烛，放1支也行。”宝慧说：“宝慧，你诚心送，我们就收下了。这洋烛台，你大老远从美国带到上海，又从上海带到杭州，放在家里岂不可惜？不如拿到店里，添些洋气。”镇海太太说。晚饭后，严镇海拿出儿子的照片给宝慧看，照片上的青年是宝慧的堂兄，正在德国留学的严宝谦，在柏林街头的留影。穿短袖白上衣的严宝谦，目光自信，踌躇满志，身后是亢奋的德国人，举着一面面双 S 纳粹旗。看着照片，严宝慧感觉不舒服，想回房独自静一静，就说：“叔叔婶婶，我有些疲乏，想早些休息。”宝慧，先等几分钟，有件事跟你说。晚上你进门时，我说你来的正好，就是为这事。镇海太太说：“婶婶，什么事？”他问。“请你帮忙救场。”镇海太太说。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的收听收看。